你会怕蟑螂吗？对于很多人来说，蟑螂根本是人类的天敌，甚至有人会因为蟑螂而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到底蟑螂跟人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为什么会怕蟑螂吧。最近很多人出门都步步惊心哦，因为每到夏天，台湾街头巷尾就会出现大量的小强，他们甚至还会入侵住家，真的让人超崩溃。蟑螂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公敌咯，很多人一看到蟑螂就尖叫，连打都不敢打，还会吓得不敢去厕所或者是厨房。有网友也分享说自己小时候被蟑螂吓过一次之后，从此就留下阴影，甚至还有人因为蟑螂而想要卖掉自己的房子。更神奇的是，怕蟑螂这件事情并不是台湾或特定文化圈独有的状况，也不是现代人才有特性，其实古今中外的人几乎都很讨厌蟑螂。那对于讨厌蟑螂的人来说呢，它不仅外表不讨喜，移动速度又很快，尤其是那种会飞的，让很多人光是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但是明明这些特质都不是蟑螂独有的，为什么人们对于蟑螂的恐惧特别强烈呢？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为什么人会怕蟑螂，蟑螂对于人来说真的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吗？那这种对于蟑螂的恐惧有办法克服吗？不过在这边呢，要先提醒大家，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蟑螂的画面，那当然不会有太触目惊心的图片，我们呢都是会用 Q 版的动画取代，或者是压上马赛克处理。但如果是超级讨厌蟑螂，即使呢看插画或是马赛克图片也会害怕的人，那就建议这集还是用听的就好。好了，那我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每次只要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我就知道完蛋了，家里肯定已经住了它的上百个亲朋好友。但要直接跟蟑螂决斗，难度真的太高，因此凝胶耳剂通常是我的最佳选择。不过市面上面的凝胶耳剂百百种，蟑螂到底吃不吃才关键，所以适口性非常重要，配方才是王道。来自德国的巴斯夫一点绝，除了适口性强，还有连锁杀蟑的效果，让小强一支享用，全巢升天，大家都说赞。而且最近巴斯夫还推出了灭蟑咨询室的小游戏，让大家透过灭蟑力检测，更了解自己需要怎样的灭蟑产品。同时，只要在网站留言分享使用回馈，就能够参加抽奖活动。炎炎夏日，蟑螂也开始出动了，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让一点绝灭蟑咨询室解决你的灭蟑难题吧。首先，虽然可能不太情愿但是为了接下来的讨论，还是让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蟑螂这个物种以及它们与人类互动的历史。蟑螂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而目前已知的蟑螂呢就有超过4000种，其中大约有几十种是会进入人类住所生活的家栖蟑螂。那蟑螂存在的历史大家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25亿年，比人类久远得多也是地球上面现存最古老的昆虫。也就是说，人类其实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跟蟑螂共处，而根据一些历史研究，可能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人类就很讨厌蟑螂了。有学者就发现古埃及人曾经制定咒语，祈求羊头神库努姆帮忙驱逐蟑螂。而西元1世纪时，古罗马知名作家劳普林尼也曾经呢在他的作品当中把蟑螂描述为恶心的害虫。到了近代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知识跟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研发了各式各样的杀虫剂以及蟑螂药，就是希望可以让蟑螂统统消失。但是蟑螂在地球上面活了这么久，见证了恐龙灭亡和人类500万年演化的历程，想要灭绝它们真的有可能吗？先说一个可能让许多人失望的结论就目前而言，想要看到蟑螂灭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们真的太强了。首先，作为已经在地球生存演化了几亿年的活化石，蟑螂的环境适应力非常的强。有实验发现，在室温环境之下，德国蟑螂不吃不喝可以活7到10天。有水源的话呢，它们甚至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活42天。而且蟑螂是杂食性昆虫不挑食的能力也是它们的一大强项。反举像是这个厨余啊、垃圾、粪便、血迹、痰，甚至是木头、纸张、抹布等等，它们什么都吃。在食物不足的时候呢，蟑螂甚至还会分食同伴的尸体，所以即使呢你家里扫得一干二净蟑螂还是很有可能生存下去。此外，蟑螂的繁衍能力也很惊人。以德国蟑来说，它们一年呢最多可以繁衍出10万只后代，而且在没有雄性蟑螂的时候，雌性蟑螂呢甚至能够透过单性生殖快速的繁衍后代。可以说，只要家里面有出现过一次蟑螂，就算已经用了各种杀虫的手段，没有彻彻底底清除的话，那小强们呢就还是可以靠着超快速的繁殖能力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呢，它们还可能会对于你用的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变得更强。
那蟑螂强到很难灭绝，虽然是一件让人蛮崩溃的事情，但其实对我们人来说，蟑螂真的灭绝的话，未必是一件好事。在地球上存在已久的蟑螂，早就已经是生态系当中重要的一环。不仅杂食的特性有助于物质循环，有些蟑螂呢还会有为植物授粉的功能，而且蟑螂本身也是食物链当中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蟑螂消失，很多的物种也会跟着灭绝。除此之外呢，蟑螂其实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也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蟑螂其实算是人类的食物之一，像东南亚就有一些蟑螂料理。而近年来呢，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也提倡以虫食取代肉食。因为包含蟑螂在内的这些可食用昆虫，不仅繁衍迅速，营养也很丰富，可以帮助减少污染还有粮食短缺的问题。此外呢，蟑螂还是能够治病的药材，《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中国古代医书当中，就都有提到以蟑螂入药治疗扁桃腺发炎咽喉炎等等疾病的记录。现在的药理研究更发现蟑螂可以用在伤口愈合、免疫、抗纤维化等等的医学领域。不仅如此，许多关于基因神经与内分泌的研究也都是以蟑螂为实验对象，更有不少的专家学者致力于开发蟑螂的价值，把它的特性运用在救援、环保、材料科学、军事等等各式各样的领域。举例来说，日本就有科学家利用电流控制蟑螂的移动，在它们背上装设镜头以及探测器，希望未来在地震之类的天灾发生时，蟑螂可以进入灾区帮忙搜救生还者。不过，既然蟑螂这么的有用，到底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的怕蟑螂呢？人们怕蟑螂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最直观的就是蟑螂本身的特性，比如像是移动快会飞、味道臭、外观不讨喜、生存力超强等等。此外呢，家栖蟑螂也是普遍认知的害虫，因为它们可能会携带病菌，而且蟑螂还有它们的粪便还有反刍物呢，都是很常见的过敏源。所以就有些人认为人类对于蟑螂的恐惧还有厌恶是理所当然天生的，甚至可能是人类为了避免接触病菌、过敏源而演化出来的习性。但有学者指出很多的生物都有类似的缺点，像是很多人喜欢的萤火虫，其实长得就跟蟑螂很像，会叮人的蚊子也常常呢带有病毒，也比蟑螂危险得多。但是多数人对于蟑螂的害怕却远高于其他动物，所以这些理由并不够充分。那就有学者认为怕蟑螂这件事情呢，其实更可能是后天学习而来的。举例来说，有科学家发现，把自然界当中会怕蛇的猴子跟人为饲养从来没有见过蛇的猴子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人为饲养的猴子也学会怕蛇。这个实验说明呢，恐惧是可以学习的。BBC 访问到的生态学家也表示，人们对于蟑螂的恐惧通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时的经历，比如看到父母对着蟑螂尖叫，可能就会让小孩形成对于蟑螂的恐惧。换句话说，怕蟑螂的习惯呢，可能是透过这种学习的方式而慢慢的传承扩散出去的。那当然，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怕蟑螂的原因都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害怕蟑螂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甚至有些人怕蟑螂呢，怕到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克服这样的恐惧呢？每个人怕蟑螂的程度都不太一样那状况比较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是罹患了畏惧症。这种心理疾病呢，是指患者对于一个特定的对象或是情境怀有强烈的恐惧，以至于呢，在面对那个对象的时候，就会产生心悸呼吸急促，甚至是昏迷等等的状况。而在临床上呢，蟑螂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畏惧对象，甚至在英文当中还有恐蟑症这个专门的单字。所以，如果对于蟑螂的害怕真的对于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可能就要寻求医疗协助。那在治疗上面，医师可能会使用抗焦虑以及抗忧郁的药物，搭配心理治疗来缓解患者的症状。不过，绝大多数怕蟑螂的人并没有严重到罹患畏惧症的程度。那对于一般怕蟑螂的人来说有医师建议可以采用系统性减敏法。意思是一点一滴渐进式的让自己暴露在恐惧的情境当中，来让身心灵慢慢适应这种环境的刺激。举例来说，对于怕蟑螂的人呢，可以先从静态的蟑螂图片开始，或者是先从 Q 版的绘画开始看，再看真实的照片，这是从一只蟑螂到一群蟑螂，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到影片，最后再去看活体的蟑螂。就是有这种方式一步步的适应自己对于蟑螂的恐惧。那在外国，甚至还有用 AR 扩增实境的技术来帮忙减少恐惧的案例。那当然，医师也强调，如果对于蟑螂的害怕真的对于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寻求医疗协助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对于怕蟑螂这件事情有共鸣的人真的超级多，有无数的网友在各大的论坛分享自己害怕蟑螂或是跟蟑螂搏斗的经验。而我们团队里面也有不少人，明明理性上面知道蟑螂就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昆虫，但真的看到的时候，就是很难克制自己害怕的情绪。但回想起来啊，我们多数人小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害怕蟑螂，甚至还可以徒手打蟑螂。那当然啊，现在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光想到呢，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所以至少就我们自己而言，这种对于蟑螂的恐惧，确实可能是后天学习来的。那当然还是会有不少人不怕蟑螂，那这些人可能就会对于其他人对于蟑螂的激烈反应感到非常不解，就会觉得说，明明蟑螂就没有那么的可怕。那我们内心呢是非常非常感谢身边这些不怕蟑螂的同事跟亲友，在小强出现的时候扛起了杀蟑的重责大任。但有的时候听到人家说不过就只是一只虫，你太胆小了吧，反应太夸张了吧之类的话呢，内心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受伤。所以还是希望不怕蟑螂的勇士们可以试着理解包容一下身边怕蟑螂的朋友，因为不管恐惧的理由是什么，那些情绪都是真实存在，也不是非常容易克服的。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对于蟑螂的恐惧已经对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可能还是要寻求医疗的协助会比较好哦。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怕蟑螂吗？为什么呢？怕爆蟑螂的长相跟速度实在太恐怖，到处乱窜，真的让人超崩溃。B 怕因为我觉得蟑螂很脏，常常爬在各种的垃圾里面，很恶心。C 还好，我觉得其实蟑螂跟其他的昆虫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难接受的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为什么很多人怕蟑螂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蝗虫过境跟吃虫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